由于现在很多人不好的饮食习惯呢，导致体内尿酸升高。如不加以重视的话，就会引起关节疾病，对肾脏也有很大伤害。其实尿酸高在晚上睡觉时会有2种表现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表现1：身体出现水肿。晚上是身体尿酸值的高峰期，若是尿酸高，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没有办法的排出体外，这样就容易出现水肿的情况。表现2：夜尿频繁。当尿酸高的时候，会给肾功能造成损伤，所以很多人会出现想要排尿的情况，导致晚上上厕所越来越频繁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要注意。那尿酸高对身体是有很大危害的，所以平时饮食也要多注意，可以多吃一些利尿消肿的食物，比如黄瓜、鱼腥草、玉米须、冬瓜荷叶茶等，对促进尿酸排泄都有帮助。看着自己的腰围越来越大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天天跑步机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抱住头部，将头部抬起来，然后再抬起双腿，让双腿轮流的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这样一弯一直的反复做20次，回到原位再做，这样每天睡前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充分的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肚子的赘肉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动作躺着就能做，非常适合懒人瘦肚子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的烦恼，不妨坚持练一练吧，相信坚持就会看到效果。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。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。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，由于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，这也是男性都担心的。那该如何养肾呢？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耳朵是养肾的开关。如果经常对耳朵进行按摩，对养护肾脏有很大帮助。1. 伸出我们的双手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屏，然后用食指和拇指由内向外的提拉耳屏和耳垂，注意力度由轻到重，只要不感觉到疼痛就行，这样提拉3到5分钟就可以。2. 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垂，先搓摩耳垂直到发红发热为止，然后再捏住耳垂往下拉，拉到一定程度松开手，让耳垂自然的弹回，这样反复做20次。用上面2个方法按摩耳朵，可以促进耳朵血液循环，有健肾壮腰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只要持之以恒的按摩，对肾脏健康大。耳鸣，耳朵里总是有嗡嗡的响声，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对击退耳鸣有帮助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下。动作1：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用掌心捂住耳朵，让手掌和耳朵完全的封闭，按压之后再迅速的离开，这样反复做30到5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耳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耳鸣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2也是用2手手掌按住耳朵，然后将拇指放在脑后，其余4个手指轮流的敲打后脑勺，这样做2到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刺激末梢神经，对缓解耳鸣也有很好的作用。那这2个小动作简单方便，老年人呢可以每天这样按摩按摩，对保护耳朵有帮助。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对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。
尤其呢是饭后。饭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若能够做对这3件事，长寿或许不请自来。饭后走一走，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半小时后出去散散步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消化功能，对肠胃健康有利。而且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降血糖的效果，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饭后漱口，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，可以帮助预防口腔疾病，减少口腔异味，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，让你吃嘛嘛香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饭后按摩腹部，吃完饭后可以用双手顺时针的按摩腹部，按摩腹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保养肠胃有帮助，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，有利于人。这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，营养丰富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水果在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呢？对于很多减肥的人来说，喜欢呢在饭前空腹吃水果，而且吃完水果就不用再吃饭了，这样啊对肠胃健康是很不利的，而且也不是什么水果都能空腹吃，比如柠檬、柿子、橘子等。如果空腹吃这些水果，很容易刺激胃黏膜，使人出现泛酸、胃痛的情况。除了酸性水果不能吃，含糖分高的水果也不宜吃，不然这些糖分吃进身体里，很快就会转化为葡萄糖，很容易使人发胖。既然饭前吃水果不好，那我就饭后吃吧。饭后立马吃水果也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还容易使人出现胃胀气、便秘等情况，也会加重胃的消化负担，所以大家也不要饭后吃水果。那正确的吃水果时间应该是在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，而且最好在上午吃会更好。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愿意运动了，久而久之就导致心肺功能不好，再加上抽烟、空气污染等因素，很多人肺部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。肺不好的人通常会有3个变化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。变化1，早上起床频繁咳嗽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有频繁咳嗽的问题，尤其是长期吸烟的人，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可能是肺部受损了。除了早上，晚上睡觉时也会不断咳嗽，这时需要尽早检查。变化2，手臂酸痛。如果干活比较多，手臂可能会出现酸痛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休息一下就会缓解。但如果不是手臂无缘无故的出现酸痛，这也可能是肺部受损的信号，尤其是晚上睡觉时，疼痛会特别明显。变化3，皮肤干燥。中医认为肺主皮毛，如果肺部出现问题，那么皮肤可能会变得干燥、暗淡、没有光泽，同时还可能会有鼻子出气不顺畅的情况。若你有这种情况，也要提高警惕。那肺不好的人要多注意调养，平时注意少熬夜、少抽烟，多吃一些清肺润肺的食物，比如百合、金花等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对肺部都有保护作用。再是秋季了，天气呢比较干燥，这时我们的肺部就很容易受到伤害。那该怎么养肺呢？不妨常用下面2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清肺化痰的功效。第一种，百合花。说到百合花，大家第一印象都是它长得非常好看。其实百合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是很好的清肺补气的食物。肺部不好的可以呢用百合花泡水喝，能够滋润我们的肺部，有润肺止咳的作用，能够帮肺部做个大扫除。第二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相信有些人不太熟悉，罗汉果又叫金不换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果糖以及多种维生素。肺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罗汉果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清肺化痰的作用。平时比较容易上火、喉咙痛的人都可以用罗汉果泡水喝哦。肝不好的人早上起床后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要多留心。第一种表现，浑身乏力，没有精神。经过1晚上的休息和调整，早上起来应该是精神充沛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没有精神，就可能是肝血不足了。那肝血不足会影响肝脏的健康。第二种表现，尿液发黄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但如果早上起床后尿液是深黄色，
排除是上火的情况，就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了。因为肝脏不好，胆红素的代谢会受到影响，这样进入血液增多，尿液颜色就会发黄。肝脏不好的人可以多用一种水果皮泡水喝，那这种皮呢就是柚子皮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将5到10克的柚子皮用沸水冲泡，等到水温适宜了再进行饮用即可。柚子皮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润肺清肠、疏肝降火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